每次说到国产重机，总是会引发一阵唇枪舌战，所以在开篇，我先给各位观众老爷们挑明有关这台国产重机硬汉800的总结性发言。如果你能拿出来6万块钱买巡航，不在意车型新旧，并且对摩托车有着足够深刻的理解，那我一定建议你买哈雷，因为在操控和发动机方面，国产重机想要媲美哈雷并不现实。个人感觉硬汉800只有哈雷的70%功力。反之，如果你就是想用有限的资金买一台还算不错的大玩具，喜欢新车或者准新车，那香帅800是一台你可以考虑的美式重机。原因有3点。首先，它的整车做工不赖，国产重机在10年前就是粗制滥造的代名词，但香帅800在质感上给人的感觉还不错，这点看到实车就能知晓。我手里这台车除了零部件因为暴雨有了一点点锈迹外，其他细节都比较精巧，漆面质感也很好，对得起这份售价。其次是它的美式巡航风格浓厚，香帅800它就是按照哈雷883为模板设计生产的。最后是它的价格不贵，新车4万出头，准新车3万出头，这是国产重机在价格上的绝对优势。如果你对它不感兴趣，那么视频到这里就已经可以关掉了，因为你已经知道了它不如原版哈雷好。反之，咱们可以先看看硬汉800的优缺点简述。优点1是外观气场强大，硬汉800虽然是李鬼，但它也是长着一身腱子肉的李鬼，遇见李逵丝毫不慌。优点2，动态加速表现还不错，油门手感好，给油立刻就有拖拽感，单从动力和运行来说，它不比哈雷差。优点3，发热量还行，不烤腿。优点4，排气声浪唬人，全小区都知道你走了或者你回家了那种。优点5，原厂自带侧置牌照架，在国产摩托车中这十分罕见。优点6，原车护钢的保护性非常好，当然它的缺点和不足也不少。它的第一个缺点是原厂减震很硬，因为设计风格导致硬汉的减震行程很短，外加车身很沉，如果减震行程太长，那硬汉800的稳定性也会变差。缺点2就是它的轮胎过宽，导致弯道表现不好。硬汉有很多种表现方式，其实没有必要比谁的后轮更宽。第3个缺点就是护杠在大倾角过弯时容易蹭到地面。除了3个缺点外，它还有4处不足之处。第一个不足就是原厂钥匙过于廉价，与车身的气场不符。第二个不足是仪表的 UI 设计太过普通，缺乏个性化。作为一个美式巡航车，我希望它日后能够迭代成跟哈雷一样的指针式仪表。它的第3个不足是它的发动机哨音和排气声浪重叠了，降低了硬汉800身为美式重机的那种粗犷感。它的第4个不足就是它的原厂脚踏位置过于靠后，如果你的身高超过1.8米的话，那么你骑它就有点像蹲马桶一样，并不是常见的美式巡航的姿势。硬汉800的外观就不多说了，风格上这就是一台哈雷883，只是在发动机和细枝末节的硬件上还是映射出了它的本来面目。比如它的灯具和仪表虽然是经典的圆灯造型，标配全车 LED 光源，但它的转向灯内嵌了太极图标，这就让我想到了功夫足球里面的一句经典台词：太极加美式重机有没有搞头？你说有没有搞头？发动机也一样，由于采用了水冷布局，香帅这台 V2 发动机的散热片并没有刻意加大，风格上失去了一些硬派感和肌肉感。好在数据还算不错，最大功率45千瓦，在7000转爆发，最大扭矩72牛米，在5500转爆发，数据上是很典型的低转机，而且它不烫腿，这点格外重要。车把按键是硬汉800的加分项，不要怀疑你的眼睛，它的按键布局跟哈雷几乎一致，只是这套按键开关并没有明确的阻尼感，按下去它不会咔嗒咔嗒的响，我个人对此稍感不适。13升的油箱容量虽然不大，但它的漆面效果非常好，而且这份容量它也比原版的883还要大了0.5升。常规驾驶下，硬汉800的油耗为100公里5.5升到7.5升，一箱油大致能满足200公里续航。操控方面，硬汉800有些出乎我的意料，大体和哈雷很像，只是细节方面没有哈雷做得好。比如操控，硬汉这254公斤的整备质量很沉，推车、挪车都沉，可由于减震行程短，外加回弹阻尼慢，车辆重心还靠后，这就导致硬汉800的车把很贼，在直线道路上的灵活性很好，并线掉头也不费力，但在弯道上，由于重心靠后，后轮贼宽，外加护杠容易蹭地，硬汉800的弯道表现说不上好，或者说你需要适应它这种车头车尾各走各的感觉，这是它不如哈雷好骑的原因之一。再比如说档位宽容度，虽然硬汉800的扭矩足有72牛米，动力响应也很好，但它的档位宽容度实在不高，在3000转时挂入4档就会出现脱档，减速前要合理规划档位或者及时降档。同时这台发动机的极限也不高，8000转就断油了，如果转速还能再延后一些，那它还能更好玩。刹车是硬汉800上一个我说不太准的地方，它前后采用的都是对向4活塞卡钳，标配双通道ABS。由于我这台试驾车很新，所以硬汉800的刹车手感
感在我看来是偏软的，制动力并不显著，怀疑是刹车还没磨合开。因为苍云500的刹车调教非常好，800没有理由不好用，因此我无法对试驾车的刹车做进一步评价。就我看到的一切来说，硬汉800的品质并没有明显缺陷，皮带传动也让你在骑行时只能听见排气的轰鸣。如果你想低成本实现哈雷梦，那有着哈雷7成工艺的硬汉800值得你去线下实际体验。至于值不值得买这件事儿，在体验过后，你的心中自然会有答案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希望能让你对硬汉800多一些了解。我们下期再见。